徐小新怕了，难怪徐小新要拿着稿子念。曹金成跳出来说：“下山来降服妖女。”哇，道长来了，要收妖啦！前一天沾沾自喜，说什么要有总统级的规格来送出我的下面连署书，结果呢，就这，我就不知道他们从哪里看出我急了，他们都不知道，在党团有多少人看到我就说，哎，好羡慕你。曹新成就是背骨仔，中国大陆现在有整个晶片的整体发展，曹新成功不可没啊！就算跪中华民国100次，都没有办法抹灭你背叛我们国家的事实。曹新成放弃了中华民国国籍，第一个跑去斗倒张忠谋的人，第一个去出卖台湾的晶片到大陆去的人，所以谁比较像共匪呢？所以川普美中贸易战晶片的部分，你们知道为什么了吗？始祖就是曹新成。曹新成，你就是叛国。当你在讲反共的时候，你讲不讲一个中国？你讲不讲9·2共识？中华民国依然存在，这才叫做反共。可是今天曹新成要在节目上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制作的中华民国的墓碑，说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这才叫共匪吧？那不好意思今天你是参加什么国家的罢免嘛？那你拿的那个东西又是什么？说出来嘛！没人笑话你。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现在曹金成跳出来说要领衔罢免你，并且很激动，说他要下山来降服妖女。我觉得没什么好讨论的你支持背叛中华民国的人，那你就是支持曹新成。没错，我徐巧芯就是热爱中华民国，只有一本护照，然后我从始至终都是中华民国国民。另外一个说要领衔罢免我，然后呢说我们国民党说我是共匪的人，他背弃了中华民国，他就是一个背骨仔，放弃了中华民国国籍，而且他是第一个跑去斗倒张忠谋的人，第一个去出卖台湾的晶片到大陆去的人。中国大陆现在有整个晶片的整体发展，这个曹新成功不可没啊！谁比较像共匪呢？所以川普美中贸易战针对晶片的部分，你们知道为什么了吗？始祖就是曹新成啊！再来之后出事了，又怕被追税，所以呢逃到新加坡去，自己说是新加坡大力欢迎的，但是谁人不知道他是因为不想要缴税，然后做了新加坡人以后才跑回台湾，中间还双重国籍去帮陈时中助选，然后陈时中输了，又去帮罢良的助选，难怪2罢又再失败一次，然后现在要跑来针对我。那我觉得如果对上其他人，我不知道状况会怎样，但是我跟我整个家庭整个家族对中华民国的支持跟认同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也不是什么亲中的立法委员，坦白说我对于中共的态度一向都是在国民党内比较强硬的。再来现在还反共的人都很莫名其妙啊！我就问你，那你如果要反对共产党，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唯一支持中华民国是唯一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为什么曹新成要在节目上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制作的中华民国的墓碑？你说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你就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角度说话，这才叫共匪吧？那他怎么想是他的事，我为什么要同意他？为什么你每天都要去同意共产党讲的话？那如果你一直去同意共产党讲的话，你才是共匪啊！中华民国依然存在，这才叫做反共。可是今天你领衔的是中华民国的罢免案，然后你又同时声称说中华民国已经亡国了。那不好意思那你是参加什么的罢免？参加什么国家的罢免嘛？那你拿的那个东西又是什么嘛？说出来嘛！然后黑熊学院使用大疆无人机的时候，曹新成你人在哪里？你有没有出来对黑熊学院说过任何一句话？还是只要是黑熊学院就可以用大疆没有关系这个没有反不反共的问题所以到底反共的意义是什么？我问一个问题，如果你说你反共，那你应该要支持中华民国宪法，对不对？对。好，那我们的宪法是一中的宪法，而这个中国的代表权是中华民国，对，所以才会有所谓的9·2共识。当你在讲反共的时候，你讲不讲一个中国？你讲不讲9·2共识？如果你都不讲的话，那你反什么共啊？那这时候他就宕机了。对嘛？你这个逻辑就已经下不通了嘛。从头到尾，国民党都仍然是认为所谓一个中国代表的叫做中华民国，从来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才要陆委会，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这一系列的事情，你有听巴炯讲过吗？你有听闽南良讲过吗？你有听曹新成讲过吗？完全没有，他只会讲反共、剿匪，把台湾搞成什么样子啊？所有不支持你的，你都说成中共同路人、在地协力者，你觉得这样子一般民众就会相信吗？所以我听了是觉得这只是就是在洗脑他们非常激进的深绿支持者的话术而已。他在逻辑上面，在论述上面，其实完全是已经背离我们中华民国的史观。所以真正说要叛国的话，其实就是这群人嘛。真正热爱台湾的人是不会背弃中华民国的。你曹新成就算跪中华民国100次，都没有办法抹灭你背叛我们国家的事实。在我来看，你就是叛国。可是第
第一时间其实曹兴诚并没有说要接罢免领衔人，是在记者追问他的时候，他说啊，真的是没人敢接啊，罢免还罢到没人敢接。那请问谁发动这个罢免？这不是很可笑吗？曹兴诚不就自证其罪吗？你这罢免活动根本就是有组织的犯罪。那你曹兴诚作为黑熊总顾问，作为全韧性委员会首席顾问，你根本就民进党打手嘛？那你还在讲什么？所以为什么韩国院长那天在院际协调的时候，他会说希望赖清德总统可以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来呼吁停止大罢免，因为就直接跟赖清德有关嘛。先前一直讲没关都是公民团体，结果出来是赖清德找来的全民防卫社会韧性委员会里面的首席曹兴诚，那你还说跟你没有关系吗？搞罢免以罢粮的经验来说，一个人是3000万，如果40个人的话就是12亿，然后中选会并没有编列罢免的预算，他们的1倍金也不够，所以他们最后会动用的是人民的救灾钱，然后找出来的侧翼团体八炯、闽南郎也都是一些非常奇怪、水准偏低劣的这些人在搞罢免，然后每天跑来跑去。如果你们真的这么爱罢免的话，那要不要直接用曹兴诚的钱去罢免就好？为什么要用人民的救灾第2预备金去做大罢免？瞬间少12亿以上，那这不需要。你那么爱罢，那曹兴诚自己出钱来啊，他自己绝对有财力可以负担这一些的嘛。别去不说针对徐小新这一区，那你自己出啊。我是认为他对上你也是黔驴技穷。第一，他其实也不想要正面跟对刚，凶名在外，大家都怕他，不敢脱离一些，只要找我做。他们现在氪金玩家，所以不一样。现在每天他还是都会出跟我相关的新闻，但对我来说，这些新闻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杀伤力。比方说，他们都会在很多的新闻里面去狂捧曹兴诚，就讲说哇，道长来了要收腰啦，然后法力无远佛界啊，哇，你知不知道他超有钱的？那徐小新讲错一句话就会被告啊，好，难怪徐小新要拿着稿子念啊，等等，徐小新怕了急了。我个人是不知道他们从哪里看出觉得我怕了跟急了，他们都不知道在党团里面有多少人看到我就说，哎，好羡慕你。他们说为什么你的领衔人可以是曹兴诚这么好，太爽了，太羡慕了。所以不要讲开心都来不及，但是至少他们本来在说出领衔人是谁的前一天，在那边沾沾自喜，说什么要有总统级的规格来送出我的这个罢免联署书。结果当天公布曹兴诚的时候，我就翻白眼，想说就这样子跟我说有惊喜，我没有觉得哪里有惊喜。他要担任我的罢免领衔人，因为在外交国防委员会里面曾经质询过跟他有关的问题。他说我们全国都不应该再放台风假，台风就要放假，那打仗怎么办？就像他之前说啊，打仗的时候年轻人本来就应该被牺牲。哎，你这老贼就没事坐在家里蹲，叫年轻人上场去牺牲，你什么意思啊你？所以民党他们现在侧翼就一直讲，徐小新拿着稿子念等等的，是因为我对于我正式的声明跟回应非常审慎，这是对公众很负责的态度。对，但是我在后续的所有的 Q&A，基本上我不需要看稿啊，所以我是不知道他们到底哪里看出什么，哎呀急了怕了。他们现在对每一个被罢免的立委都是用同一招，所以从他们种种行为来看，炒声量有啦，那实际的内容我认为就是迷迷冒冒，所以才会搞到最后是曹兴诚自己下来，然后还是他是道长，他不是号称八部居士吗？真是属于把部居士的部分，我都不知道是八嘎还是八部。